好家伙，出大事了！元老的夢想終於要實現了，因為一系法水稻終於要完成了。就在前幾天，中國農科院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團隊正式培育了一個叫一系1號的雜交水稻品種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元老40年前構想的一系法終於實現了。這個突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，並且更巧的是呢，今年正好是元老發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論文60周年。從一篇論文到一個產業，從一個構想到變成現實，這是一代代科研人的接力。那這個一系法到底是什麼呢？回答這個問題之前，我得先回答另一個問題，就是雜交水稻明明產量更高，為什麼農民不能自個兒留種？沒錯啊，雜交水稻的種子農民沒法自產，因為3系法和2系法雜交水稻的子女存在遗傳分離。你可以理解為啊，雜交水稻是個混血兒，他自己長得好，但他的後代就七零八落了，高產基因傳不下去，所以每年都得重新制種，技術門檻高，生產風險大。那王克建团队做了什麼呢？他們用了一個叫無融合生殖的策略，讓雜交水稻的後代自己繁殖，產生基因完全不變的克隆種子。說白了就是實現一次雜交，代代可用。這個思路其實早在2017年就驗證可行了。當時團隊成功構建了首個雜交水稻無融合生殖體系，獲得了世界第1例雜交稻克隆種的。元老對此的評價很高，但問題是啊，那時候克隆的效率只有5%左右，而且结實率大幅下降，離真正能下田還差得遠。為啥不行？因為一系法有2道很高的門檻，克隆效率必須穩定達到或接近100%，同時要保證正常的结實率和產量。但矛盾的是啊，克隆效率越高，結實率往往越低，這種子搞不定就會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，雜交水稻的種植率降低。目前中國雜交水稻種植面積佔比已經從高峰期近70%下降到了50%左右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種植成本是普通水稻的10倍以上啊，就是因為種子太貴，種起來不划算。海外也是一樣，雜交水稻種植面積佔比還不足5%。元老讓雜交水稻覆蓋全球的夢想離實現還有很長的路。那王克建團隊到底攻克了什麼呢？他們發現了一個關鍵基因，團隊將其命名為華胥。這個名字很有意思，華胥是中國神話裡伏羲和女媧的母親，傳說中她履大繼而受孕，無需父本殘育。這個傳說恰好對應了孤雌生殖的科學機制。團隊發現，在水稻卵細胞中啟動華胥基因，能高效誘導孤雌生殖，最終創制的 FX8 水稻株系克隆效率穩定超過99%，而且在多個杂交稻品種、不同世代、不同種植條件下，這個效率都能穩住。更重要的是，一系1號的大部分株系在保持克隆效率超99%的同時，產量和正常水平持平，2道門檻一次性跨過去。当然，從實驗室到農田還有距離。王克建團隊表示，接下來還要做安全性測試和穩定性評價，但方向已經明確，雜交水稻不用年年制種了。袁隆平先生1986年提出的那個構想，從藍圖變成了現實。從3系法到2系法，再到1系法，這條路走了整整40年，一代人走了，下一代人接上，水稻還在田裡長，事情還在往前推。